我是赵少康，欢迎来到 TVBS 少康战情室。咱们现场特别来宾林秉佑议员、蔡壁如委员、陈凤馨小姐、赖士葆委员、吴宗宪委员、徐宏庭议员。川普自己要跑到以色列，再到埃及哦，他为什么他们要开一个和平峰会？哦，他很自豪，说我很会处理战争，就任8个月，8场战争都被我弥平了哦，还连说3次。加沙战争结束了，哦，停火将会继续，就是会持续停火了，哦。那哈马斯提前释放以色列人质，哦。那另外呢，说有超过20个国家代表在沙烏地阿拉伯，哦，这些国家的领袖都会去啊，哦。那没有邀请哈马斯，哦。为什么要他们去呢？基本上川普就是说，啊，你们到时候要维和，派维和部队，啊，我美国不派啊，你们派啊。把他们都找来啊！那纳坦雅胡说，以色列取得辉煌的胜利，战斗还没有结束，有一些敌人正在试图恢复力量啊！你们蠢蠢欲动啊！这个说大家可以回家了哦，所以你看看加沙走廊，那这个返乡潮，当时难民潮也是一波一波人，现在返乡潮一个都回来了，很惨的，几百万人流离失所哈。那另外呢，我刚刚讲过，美国不派美军。哦，但是他要组国际维和部队，哦，但是我美国不派人。另外呢，虽然停火了，哦，10号停火，但是3天还是死了323个人，哦，瓦砾堆呢挖出好几百个遗体，哈，连记者报道一半都被枪杀。所以虽然嘴巴讲停火，但是实际上呢，还在那边有继续彼此在那边对峙，这个互杀，哈。红十字会说以色列人质情况严重。他放的人质里面呢，我看一半都死了啊，所以人质也蛮可怜的，因为以色列还在打，那人质以色列人质啊也跟着要逃啊，那而且你想哈马斯会对以色列人质好吗？一定不会好。如果哈马斯自己有亲友啊被杀掉，一定更气啊，找人质出气哈。那说呢，这个以色列想要1小时快闪救人，哈马斯也下封口令，能不能讲话哦？那另外呢，这个巴基斯坦跟阿富汗那边在打，好，我们先看以色列。虽然下雨，还是带着好心情。The Muslim and Arab countries are all cheering. Everybody's cheering at one time. That's never happened before. 美国总统川普挥手竖起大拇指，登上专机，展开飞往中东的旅程。对这次的停火非常有信心。War is over. The war is over. Okay, you understand that? Mr. President, is the ceasefire going to hold? It's been centuries. I think people are tired of it. Yeah, the ceasefire is going to hold. 川普将进行中东1日游，讨论以哈战争的停火。先在以色列议会发表演讲，然后前往埃及。זהו ערב מרגש. ערב של דמעות, ערב של שמחה. כי מחר ישובו בנים לגבולם. 哈马斯同意释放人质，手上48名人质中有20人幸存，将先交给红十字会，随后再由以军接手与家人团聚，送往医院进一步治疗。剩下28名罹难的人质遗体也会被一一归还，家属收拾行李，等待家人的回归。以色列挂起美国国旗，清扫街头，准备迎接川普。这次埃及称为和平峰会的峰会，包括有英国首相等20名世界领导人出席。但是缺了最重要的主角。尽管以哈双方已经停火，但哈马斯并没有同意解除武装，也没同意放置统治权。挺加萨的示威没有停歇，恐怕和平协议只会是谈判的开始，不代表战争的结束。好，凤馨怎么看？这个战争真的停了吗？将来能够永保和平吗？永保和平当然是不可能的。短期之内战斗应该是先暂时的停火一段时间。那么，所以我这边其实要先说一件事情，就是说大家必须在这件事情上认清，世界上面什么叫做国际规则，什么叫做国际法，什么叫做国际的秩序。其实强权就是国际秩序。这一次呢，战斗的暂时停止，其实是大多数的阿拉伯国家集体施压，要求哈马斯放人。
大家没有看到的其实是这一幕。大家看到说，川普呢跟内塔尼亚胡，然后谈出了20点协议。可其实这20点协议呢，是在前一天，那么这些阿拉伯国家他们利用去参加联合国大会的这个机会，跟川普开了闭门会议。在这个闭门会议当中，之后结束的时候，川普只跟大家讲说，哎呀，我绝对不会容许以色列完全的占领约旦河西岸。好，他只讲了我不会让以色列吞并约旦河西岸。可是之后呢，对很多的细节没有交代。之后呢，他就跟内塔尼亚胡开了会之后出来那20点。今天那20点是他跟阿拉伯国家先谈了21点，之后呢，他跟内塔尼亚胡这个折冲，然后呢，最后变成这20点。这20点呢，真的要达成，就除了人质全部放了之后呢，然后以后呢，以色列退兵，然后并且这个地方呢组成一个委员会，然后他担任这个委员会的主席。那么同时这里面的军事力量是由阿拉伯国家们然后一起来介入，而不是以色列，也不是美国，用这样的方式，然后呢让加萨的人民稍微的不会那么样子的紧张。但条件是所有的哈马斯的领导人都必须离开加萨走廊，而且要放弃所有的武器，手上的所有的最轻量化的武器通通都要放弃。所以简单来说，他就是用哈马斯投降，而且是用哈马斯的这一些阿拉伯兄弟们逼迫他们要做这件事情之后，他们用他的投降，然后去换取这一次的战斗结束。以色列的内塔尼亚胡真的100%的赞成吗？其实没有。那么哈马斯，其实哈马斯并不是一个真正的一个什么大的一个多么重要的团体，其实它就是加萨走廊的人民对于以色列的仇恨而组成的组织。只要那个仇恨还在，这些人就会源源不断的在某一个时间又爆出来。所以我说，短时的战斗结束了，但是你要说它已经换取和平，这些都言之过早。只是让我们再一次看到，经过了2年的战争，然后尽管全世界都谴责以色列，他呢在加萨走廊进行种族灭绝，这已经不是我说的，这已经是联合国底下的人权委员会的调查结果是如此说的。联合国的已经投票140多个国家承认巴勒斯坦建国，用这样的方式去逼迫以色列，以色列不放手，最终是美国要求他你暂时停止战斗。可是加萨走廊已经变成一片残骸，现在大家要观察的只是谁进来收割这一片残骸之后，去建设成为他们心目中的房地产的乐土。因为它靠近地中海，川普说那是度假胜地，未来我应该把它变成一个度假的这个天堂哈。大概要花估计起码600亿美金去重建哈，可能不够哈。那加萨战争是不是真的结束了？有4大问题。第一个就是说战后的加萨这个治理问题。那特别是哈马斯要解除武装，他真的愿意解除武装吗？解除武装就什么都没有了啊。那另外呢，国际的安全到底能不能达到国际让它安全哈？然后以色列军队是不是会全面退出？以色列常常讲是这样，他到时候也不退出哈。好了，除了这边以外呢，巴基斯坦、阿富汗打起来了。因为美军撤出阿富汗以后呢，塔利班就把阿富汗的政权拿下来了。那结果在边界，常常在边界发生事情。上次中国大陆跟印度也在边界，后来印度跟巴基斯坦也打。那巴基斯坦是胜过塔利班的这个实力的哈。那好几个据点打起来哈。那温度这个升温了哈，这个对抗升温哈。那巴基斯坦说阿富汗呢超过200个武装人员死亡啊，打死了200个塔利班。那塔利班说我们打死了58个巴基斯坦士兵哦。那另外呢，这个阿富汗呢，这个占领了这个25座哨所哈，所以呢彼此打啊。那打的情况我们看一下。巴基斯坦军方释出的边境攻击影片中，可以看到巴基斯坦军队在安古尔阿达边境开火。阿富汗哨所遭击中，冒出浓烟，士兵从建筑物中逃跑。巴基斯坦军队插旗宣称夺下边境控制权，阿富汗塔利班军队加以回击。
巴基斯坦跟塔利班从周六跨夜打到周日清晨，虽然官员表示交火已经结束，但边境居民仍不断听见枪炮声，试图开卡车离开边境区域，立刻遭塔利班士兵阻止。即使战争目前已经停止，双边火药味依旧浓厚。对此，巴基斯坦外交部长在社群对阿富汗边境局势表示关切，但也称两国部队的交火是塔利班的严重挑衅。तो हमारे तरफ से जंग रुका हुआ और अभी हालात कंट्रोल में हैं तो हम अच्छा ताल्लुका चाहते हैं。双方各说各话，但是受最大影响的还是无辜百姓。为了逃命，大批阿富汗难民涌入边境。不过，边境关口3天前早被关闭，上百名阿富汗难民滞留边境，只求冲突尽快降温。好，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哈，因为印度上次跟巴基斯坦打。哦，好像巴基斯坦打好像还略占优势哈。那现在呢，阿富汗就跟印度好，好，那现在要跟巴基斯坦打，好，那这个赖伟，是我们看到这个好像这一波在打，然后另外一边要打哈。那巴基斯坦跟这个阿富汗这个打起来的这个原因来讲的话，你看到很多报道，原因好像没有那么清楚，不知道为什么要打这个东西，很奇怪啊，就是说好不容易这边停了，然后这边又打起来。我想回过来讲，是川普总统，他这次没有拿到诺贝尔和平奖，心里其实很怄了哈。他觉得说奇怪呢，他现在数嘛，他一个战争他就结束了 ，no wars 啊，没有战争的。可是大家就会想说，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指标，就俄乌战争，你看到，表面上好像原来有在讲有那个味道，可是后来继续打，到现在这个就没有了。这个他要协调的，要听我的影子也没有了。那刚刚提到的这个所提到的这个加沙的问题啊，那么你可以看到说，他真的停了吗？你刚刚提到那个4大条件有没有？其实我觉得最挑战的是2个很重要的2个，一个就是这个哈马斯要解除武装，你觉得可能吗？对不对？第2个，以色列撤军。以色列撤军的话，你说短暂的撤军可以，要他永远的撤军，说不在这里来拦止，这个基本上来讲的，大家也说啊，这不可能啊。所以这2个来讲，我认为是4个里面是非常重要的2个啊。然后你提到了一个战后的治理，战后治理，他是说我要成立一个类似 committee 一样 ，committee 呢就是由这个巴勒斯坦这些人来成立，哈马斯都没有任何的地位等等。你会发现到这4个问题，其实一个都是很艰难的问题，所以。你说以暂时来看的话，好像说停掉了哦，停火了。可是就以 long term 来讲，长期来讲，那个地方要变成真正的一个很和平的下来是不太容易的。那同样的，这个巴基斯坦跟阿富汗现在打的话是好像是刚冒出来的。那开始是为什么打？好像外界也不是很清楚，为了领土吗？为了其他的什么这个天然这个资源中心吗？你不知道说为什么会打起来，你就发现到说。全世界现在地缘政治其实是充满了不安，充满了高度的，说的非常的不确定性，这是一个我们都看得到的。就是说，大家说台海很危险，台海很危险，是危险啦，很紧张。但是呢，台海到现在为止还没有真的打起来，其他地方你好像没有想到它会打起来，好几人都打来打去啊。有时候觉得说奇怪了，战争这样就打起来了吗？那就打起来了。这有什么伟大的理由吗？没有什么太伟大的理由。然后彼此可能2个兵在边界不爽哈，然后呢发生什么冲突，哇，就开始这个领土边界大战哈。当然了，我相信他们积怨很久了，因为长期来一定有他很多的问题在了。休息再回来。好吧，这个川普，为什么股票在礼拜5美国大跌？这个费城半导体跌6%以上，跌非常重哈。那因为呢，这个川普说要加中国100%的关税，为什么呢？因为中国对稀土管制重稀土这个加强管制，而且不但中国出口管制，连带的有什么稀土成分在国外加工也要管制。这学美国嘛，美国不是这样吗？所有晶片什么要管制，什么你里面有晶片的我也要管制啊，所以大家学来学去啊，然后川普对美国的川普对中共的商船要加港口税，中共对美国的商船也要加港口税，反正你怎么干我就怎么干哈。那所以川普很生气所以要报复哈，哇，这一下子
这个股市大跌再加上很多人认为说 AI 是投资，有没有收益啊什么，这个讲法一直有了那但是呢，突然在上礼拜五这个爆发，所以美股大跌那本来大家认为说今天台股也受影响，不过国安基金显然是进去重拉。另外盘后，因为川普又改变讲法了，所以美股盘后也涨了差不多1%稍微没有再继续跌下去那川普呢就解释了。说哎呀，习主席只是心情不好，我跟他就是很好的朋友嘛，我也很尊重他，很尊敬他。他心情不好，人总有心情不好的时候啊，而且美国是希望帮助中国，不是伤害他嘛，说我并没有伤害他川普大概一看到美股一下崩跌这么多然后这个比特币也从12万跌到10万多一点大家吓死了所以呢，川普说不要担心中国所以美国期指又反弹1%。所以川普只要讲一句话，全世界股市就跟着跌；又讲一句话，全世界股市都跟着涨所以做多做空都在他那大陆商务部说，我们不愿意打，但是我们也不怕打，要打就来随时奉陪那另外呢，副总统范斯说，中国要保持理性不要考我们稀土川普手上的牌比你多你稀土是个牌没错，我们牌很多对不对？你牌很少那另外呢，彭博士说大陆是赢了面子输了理智他预期今天大陆股票一开盘就大跌，不过我刚刚去看了一下，还好收盘大概只跌了0.2、0.3，没有跌那么多了看起来都还蛮抗跌的那另外呢，五角大厦他已经囤购关键矿物10亿美金去买什么钴啦锑啦碳啦等等乙啦这些重金属。赶快现在来收购那另外呢，这个媒体也笑川普，因为川普有本书叫做《交易的艺术》嘛说你看不要以为他很会交易，面临考验，川习会到底开不开，然后能不能开得顺利然后呢彼此会不会呢这个大国对峙找得两败俱伤在考验川普那高盛也是这个警告说，不排除高关税回归，就是大家也不演了。原来什么讲了你是我朋友，我是你朋友这边虚情假意说呢看起来不演了，所以到最后会不会这个彼此呢真的都有高关税来报复？华盛顿邮报说不会，说为什么？说美中像怨偶一样，虽然是怨偶，但是呢还是彼此还是需要，又不能离，这离的话呢很麻烦结婚很容易到法院公证。离婚真的只要一方不愿意离，或者是中间有各种财务各种什么子女乱七八糟财产问题，搞死了。所以呢，虽然是怨偶，但是就还是继续混下去吧。所以呢，最好重回谈判桌不要就真的彼此报复那另外呢，这很特别，大陆跟澳洲说达协议，买这个铁矿是用人民币结算。之前这个有看到印度买俄罗斯的石油，说大家用人民币结算那日本媒体说，台湾很想跟一些国家、亚洲的国家啦等等这些国家，希望能够缔结贸易协议。但是呢，因为一方面川普喜欢搞双边的这个协议，不想打群架；一方面大陆越来越强大，所以几乎所有的国家都对台湾不理不睬，拖你那很麻烦所以台湾现在面临的处境蛮麻烦的那今天台股跌的不多嘛，所以金管会主委说我们有这个抗跌的能力，有解脱的能力，其实不是啦。一方面国安基金就下重手，还没有开盘就说我们国安基金要救护，另外就美股因为盘后也反弹了，我想这个都有帮助台湾的这个股市了。我们看看川普跟习近平。就在美中火车再度对撞前，川普似乎又把方向盘打死，大转弯。And I think we're going to be fine with China. Look, I have a great relationship with President Xi. He's a very tough man. He's a very smart man. He's a great leader for their country. He's a great leader. 10号，川普宣布要再对中国加征100%关税。短短几天，川普又改口，一切没事，还说尊敬的习主席只是碰到一点状况。但说是这么说，11月1号开始对中的关税，并没有打算收手，因为不满陆方管制稀土下重手，将对中方加征100%关税，并对所有关键软件实施出口管制。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就近期中方相关经贸政策措施情况答记者问时表示，中方注意到有关情况，动辄以高额关税进行威胁，不是与中方相处的正确之道。
美克中重税，中禁美稀土，美又对中征收港口税，中国也回敬，双方你一拳我又一脚，加上川普的嘴，时不时再补几枪，让市场动荡不安。President Trump seemed to signal there is plenty of time for more negotiating to avoid a trade war with China. Stocks were punished earlier this week by new U.S. tariff threats aimed at China, but today Trump posted, quote, "It will all be fine." Tensions have been rising between the U.S. and China over products like rare earth minerals used in many gadgets. 美股上周五重挫后，又因为川普几句听起来比较和缓的话后，期货马上反弹上涨，但对陆股来说可没这么乐观。13号陆股开盘，上证指数跌了2.49%，深圳成指跌3.88%，创业板指跌了4.44%，三大指数全都大幅开低。来，钟宪伟是。我想大家都讲嘛，这个他口嘛，川普又回来了，又变来变去嘛。我想这也是生意人他的一个习惯的做法，强硬软弱，然后之间在交互的运用，然后去取得一个对他最有利的那个角度出来。那刚刚赵大哥有一个用一个新闻的用语，就是说他们现在美国跟中国变成一个怨偶。其实真的就好像是那种准备要离婚，但是又还同居在一起的，因为事情搞得太复杂了，有小孩的问题、父母的问题、财产的问题，一大堆问题搞不定。所以你现在要他们两个就讲死，就是要该怎么做我就硬下去，我想也不可能啦，因为他们的大家勾在一起的事情太多了。那美国现在又说，稀土的部分我都准备好了，我手上有多少吨？但是你没有想到，稀土美国有没错，但是它处理又是另外一个层面的问题。那目前美国90%的稀土它是收到中国去处理嘛？那这个东西它在美国它不是不能做，但是它需要很长的时间，而且它需要的成本非常的高，所以美国在短时间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但是对于稀土处理完毕的这个稀土的需求又是及时的。所以美国它在这一块上面，它也不可能像他所讲的能够这么硬的去面对这一切的问题啦。所以我想回过头去就是两边大概就是叫嚣啦其实到最后都是和谈啦。就像现在台湾的黑道也是嘛，长的短的拿出来吵一吵，到最后都握手言和，大部分也都是会变成今天这个样子。那回过头来，我觉得其实我也是蛮希望说，我们的赖清德总统也能够看看我们这个美国川普总统他在看这个国际事务的时候，他其实非常的弹性。像我们今天把中国定位为境外敌对势力的话，你就完全没有弹性的空间了。那今天美国又讲说，他希望说这个让中国是他的朋友，希望中国不要有经济的问题，希望帮助中国。那如果照这样的话，那是不是就是青鸟眼中的中共同路人？所以你应该学的这种比较弹性的在国际之间运作的模式，不要让台湾到最后只能僵化的。你只能把它认定为中共同路人，你只能讲狠话，好听话都没有办法讲。那美国赖总统说要让美国再次伟大，但是美国现在跟你说啦，我要让中国不要那个金融风暴，我要让中国不要变惨，那这个变成我们国家的政府变成说是讲话又不好讲了嘛，就有一点尴尬。那最后我提到国安基金的部分啊，其实从4月到现在，我们国安基金已经护盘180几天了。那现在我们对等关税还没有处理完，还有232条款的问题，所以国安基金势必还要继续的在股市里面运作。那绝对也不是像我们这个政府官员讲的这个我们国人都有识别的能力啦，所以知道这个经济状况是怎么样。我想也不是这样了，而是国安基金确实是维持在那里，有一个很大的作用在那边。但是大家也要想，国安基金用的钱也是我们的钱，你股市有赚有赔。那赔的时候怎么办？那不是等于拿我们全民的钱又丢到海里去？这个是政府要去思考的。稍微修正一下，国人有识别国安基金会不会下载的能力知道？上个礼拜5决议要继续了。对啊，就都看到了，媒体都看到了嘛那对我在想说，因为台湾这么小真的外交这个两岸都要有点弹性也许我随便讲也许说对岸可能是我们的对手，有可能是我们的敌人，有可能是我们的朋友。也有可能是我们的伙伴，事实上很多方面真的是这样对不对？军事上你可能对峙，经济上可能是伙伴要一起赚钱所以它不是一个一刀切，就是这样或就是那样这样的话你就比较有弹性嘛，一口咬死就没有弹性了。黄婷，
赵哥刚所提到的，确实就是现在整个国际的这个状况。就有时候其实敌我之间呢，有时候敌人或许是你在某些方面上面最好的朋友。所以你可以看到川普这整件事情，我觉得分2个可能的层次来谈。第一个层次就是这一波的这个问题是刻意的，还是无意间发生的，还是个意外的冲突？如果是刻意的，那加密货币圈有一派的说法，就是当川普在宣布这个所谓的升高升温的这样的一个状况的前半个小时，那有一个莫名其妙的匿名的这个账户放空了所谓的这个比特币，在这瞬间这半小时之内赚了2亿多美金啊！那这个可能就是说，maybe 如果是刻意的话，或许赚钱是一个目的之一。那我比较倾向后者，就是说你整体来看中美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冲突。其实川普在中美之间的这个冲突里面，他一言再言，最大的原因很简单，就是 Paul Krugman 所讲的，就是川普，你从头到尾你对中国你都没有准备好啊！你要抑制他，在你的第一任，你打下去了以后，你把中国叫醒来了。中国花了4年的时间，特别是在拜登的这个任期，盘点了所有的这个筹码，准备就是说，在跟你打仗的时候，我要怎么办？包括稀土，包括这些，都是他在这段时间里面整理出来的。而你川普在关税这整件事情上面，根本就是你一个人的武林啊，都是你自己在发动。所以我比较倾向这一次是一个比较意外的冲突，最大的原因在于就是这一开始第一枪是川普开的，就是我要针对所谓的跟中国有关的征收港口税。那中国在这个问题上面回应的第一枪叫做什么？就是说好，你既然要收我的这个，那我也要收你的船舶税。但是他又补了第2枪，他补了第2枪就是对稀土有关的这部分。这一点让川普有点 overreact， 就说按照对等冲突来讲，虽然双方都是要打彼此之间的筹码，可是你怎么多打了1枪稀土呢？川普瞬间就这样压起来，但是这也证明一件事，就是打到他的痛点了。所以川普在这上面，我觉得习近平在这上面为什么会打第2枪？我觉得最大的原因很简单，第一，他发现川普要跟我玩所谓的火车对撞的游戏，但我不怕跟你撞。因为最大的重点是从资本市场的角度来看，中国大陆的资本市场现在还在低期啊，就说去杠杆已经去到一个程度了，跌也跌不下去了。而你美股现在高处不胜寒，还在很高的这状态，你一有风吹草动，你的压力绝对比我的压力大，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觉得他在 timing 点的掌握上也不对。习近平自从大阅兵之后，我个人的判断是他开始往他要迈向第4任的任期开始前进，而在这之间他没有示弱的空间。他在政治上没有对内示弱的空间，所以对于所谓外在的这些部分，他一定要很强硬的打回去。所以这个强硬的打回去之后，接下来就考验很简单，就是美中的本质关系嘛，就是大家刚刚所讲的，全世界最大的制造国跟全世界最大的消费国，你们到底有没有办法脱钩？你们到底有没有办法真的分开来？看起来是很困难。所以我比较倾向这整个事件比较像是一个意外性的冲突，也就是说双方因为国内的这样的一个部分而加压而造成这个冲突，而现在马上又转回来说，还是会往所谓平缓的方向去走。但是这里面大家要非常小心一件事情，就是如果这整个升温升高到一个态势的时候，势必他们2个见面的时候筹码要变更多。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小心一件事，过去大家讲3T， 就是关税、TikTok 跟台湾。台湾会不会在这一次意外的升温里面被放进了下一波谈判可能的筹码里面？这是我们要非常小心的部分。就中美2国是很绝了哈，美国在发展高科技武器 F-35、F-47第6代飞机，但是今天联合报等它用的这个稀土又用的非常多，100多公斤哦，不止，我看联合报今天的 F-35就要用大概500-600公斤的稀土，然后呢，这是 F-35在船上可以垂直起降的嘛 ，F-47第6代啊，要用5倍的 F-35的稀土，5倍就是3-4千公斤呢，一个飞机啊，那这个稀土是大陆产的，那做好的飞机要打大陆，跟他大陆对抗，所以这中间你中有我，我你中有你，这到底怎么分啊？到底怎么算？所以他现在所有的军工产业是不准出口的，对，但是已经是完全禁止了。基本上就是说，你老共卡住他这个，不管是半导体啦，不管是军工产业什么，那对川普来讲，他就很生气嘛，所以他怎么办呢？100%。那你要美国不是没有能力提炼这些东西，也可以买，也可以提炼，但是你就要比如说要把铝分解，你就要花很大的电力，那你没有那么多电啊。另外，它污染也很严重
那你美国 EPA 那么严格，你污染抓还是不抓呢？要怎么样来防治这些污染呢？这都是很多问题，不是说什么说立刻要做就做了，不是那么容易的。休息一下再回来。